台北股市在今年的6月23號達到了48218的高點之後呢，就一路的往下修正，今天甚至下探要4萬點，這讓大家非常的緊張。為什麼呢？因為今年我們看到的修正都是碰到了季線以後就會反彈，但這一次碰到的季線它竟然沒有反彈，還不斷的往下探底。大家本來認為說，我們台灣的股市營收非常好啊，我們今天所有的狀況都非常的理想，包括台積電的法說會都是高標。可是不解的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這個法說會出來以後都變成了法會？法說會明明數值都非常的好，結果股市就不斷的往下修正。更可怕的是，外資不斷的这個所謂的賣壓不斷的湧現，所以這中間到底有沒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故事？還有這樣子喋喋不休的狀況，到底還會持續多久？有人講說7下8上，你7月底下滑，到了8月底你就會慢慢的回升，甚至到了9月你會有一波的高峰。大家不用擔心，下半年一定比上半年更好。但這樣的說法正確嗎？好，我們今天就特別邀請了資深分析師陳維良來跟我們聊一聊。維良你好。寶傑好，大家好。好，那維良，現在跌到大家都已經非常沒有信心了。沒有信心就是本來以為說4818跌下來碰到季線就會反彈，不但沒有反彈，現在下探了所謂的這個半年線。對，可是我的業績都很好啊，我所有的數字都很漂亮啊。那我在業績很好、數字很漂亮的狀況下，為什麼它會喋喋不休？那有人講說不用擔心。你現在忍一忍，忍到了下半年就可以守得雲開見月明了嗎？其實這一次的下跌是針對呢上半年急漲大漲過後的一次總修正。不過呢，凡事總是事出必有因啦。我想呢，最主要就是有2大風暴的共伴效應。第一個呢，就是來自於去槓桿；第二個則是來自於估值下修。那我們先來談一下關於槓桿這件事情。大家也知道，金管會最近也在關切國內的所謂4代同堂的現象。那當中呢，我們可以看到融資餘額呢一度創下呢超過6300億歷史新高，這個數字當然大家會覺得很驚人。不過呢，其實最近我發現到，就是隨着大盤這一波的修正之後，其實有很多個股它的跌幅很重，腰斬的，甚至有的是快要接近腳踝斬的。那這些其實融資的維持率甚至已經掉到120%、110% 以下，代表呢，其實很多的個股確實有開始出現這個追繳令萬箭齊發的情形。那我們可以看到，過去歷史上呢，如果就以整體大盤的融資維持率的數字來看的話，通常如果落在140附近或140以下，往往都是接近呢整個行情的谷底啊，甚至以前呢會下殺到那麼嚴重，它是有很特定的一些重大事件，比方說對等關稅，比方說像 COVID-19 疫情等等。但是這一次呢，嚴格上說起來，就像剛才寶傑提到的，最近看到的基本面，我想還是好消息居多的。所以呢，這一次真的是屬於一個融資籌碼沉澱的陣痛期。那因為呢，這一波大盤修正到目前為止，大約是跌了13.8%，同期間呢，融資從最高減肥，大概幅度呢也瘦身了13.6%。歷史的經驗來看，通常呢融資的瘦身的幅度跟大盤的跌幅如果接近的時候，這往往也會是一個接近趕底落底的訊號。好，而且我必須要講，其實時間如果拉長來看我對於呢我們國內的這些融資甚或質押的籌碼解讀，可能跟多數的市場聲音有點不一樣，因為大家很擔心這個部分那尤其呢，剛才講到融資6000多億，那據估計質押的金額更高，至少超過6600億。好，那加起來不就1.2兆？大家很怕台灣會不會步上韓國股市的後塵？因為呢，韓國股市光是今年到目前為止，它被熔斷的次數至少已經超過42次，所以有時候也安慰一下我們投資朋友啦，痛苦是相對比出來的。我們很難想，如果我們的台積電像海力士那樣，動不動一天給你跌10幾%，哇，它真的會崩潰的。好，那我必須講有哪裡不一樣呢？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以融資去除以台股的市值比率來說，也就是我們右邊這張圖這條紅色曲線，其實很明顯它是在歷史的低點當初融資的體脂率，對，當初2000年的時候，我們也曾經看到過一次融資金額衝到了5900多億，是當時的歷史最高。那個時候呢，台股的總市值大約是只有11兆。那我曾經呢就是恭逢那一段的盛況，當然也經歷了慘狀。好，那其實呢，經過了10幾年來，那我們的台股市值呢，已經一度壯大超過了150兆嘛，所以光是市值已經呢成長膨脹了大約13到14倍。對。可是融資呢，當初5900，現在呢6000億出頭，是不是其實增加不多？你說是相对的。
對，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會有脂肪嘛。對，我現在成人的脂肪的重量絕對比我小时候讀幼稚園的時候重很多。當然，可是到底是不是不健康？我們會看體脂率，所以用融資金額去除以整體台股的市值，這個我把它稱之為台股的融資體脂率。所以現在看起來大概就是在0.4% 到0.5%。過去10年呢，這個高峰至少都超過0.55%。那如果講金融海嘯或者是網絡科技熱的時候，那時候更高了，甚至會超過4倍到5倍。對，好，所以我覺得長遠來看，融資也會隨着股價而通膨，這是合理的。只是說有一些個股確實上半年籌碼亂了，它要沉澱一下。那再來大家擔心的質押的問題哦，其實如果去問一下身邊的營業員，現在幾乎各券商都沒有質押的額度。早在呢，大概第一季各大券商幾乎都屆滿了。那甚至有一些券商哦，他們在年初就已經沒額度了。如果回到第一季或年初，那時候大盤指數的位階3萬點不到，所以代表呢，其實大部分質押的人，雖然現在財富縮水，心裡會痛。可是真的還沒有到呢，它會被斷頭出場的慘狀啦。所以我覺得，當然我們會經歷到這一段融資調整的過程。可是韓國股市畢竟它槓桿層數更多，而且它有個股的槓桿 ETF，這個情況呢跟我們真的是不太一樣。那另外來講，剛剛有提到就是呢，關於所謂的估值修正這一方面呢，會跟到底要不要升息有關。另外一件事情寶傑最近也注意到嘛，對，很多國際大廠 CSP 雲端大廠。他們法說會明明開得蠻好的，是啊，可是呢，現在大家把資本支出這件事情，從可能幾個月前視為是大利多，現在變成是一個讓人很惶恐的利空了。原因就在於我們來看這個數字，以2023年生成式 AI 開始，算是呢 AI 的元年。當時呢，美國的5大 CSP 雲端大廠，他們的資本支出佔它稅後淨利的比率大約是51.8%。這數字的概念就是，我如果賺100塊錢。我只要拿出51.8元去做資本支出算利的投資，但是呢，發展到了現在2026年，預計他們資本支出要上看7000億美元了。那佔稅後淨利的比重呢，已經呢大幅度翻倍到141% 以上。我賺100塊錢，可是我卻要呢砸錢燒錢141塊。那當然，大家現在會開始呢放大鏡檢視了，已經呢努力了3年4年了哦，你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把算利變成白花花的銀子鈔票？對，要賺錢。那因為畢竟呢，這些都是上市公司，當然也是大廠，所以他要对股東交代，他要对董事會交代，大家不能容忍你一直這樣子花錢下去。所以我覺得呢，這件事情客觀來講，看起來你賺很多，但是你花更多。對，我記得巴菲特最討厭這樣的公司，巴菲特最喜歡那種你投資很少，那我就净賺的。現在的大家旨意就是我賺100，我要花140，這個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危機。對，所以呢，我覺得這件事情呢，當然它也會帶來正反兩面的效應。我們先說負面好了。那這樣子呢，是不是商業模式要重新調整？那我原本內部預定的2027、2028年後資本支出有沒有可能要重新評估做下修了？那一旦下修，哇，糟糕了！因為我們台灣這些 AI 概念股，其實就是 AI 產業鏈軍火庫嘛，我們的訂單來源就是來自於美國這些富爸爸。對，那萬一它資本支出下修，我們接下來對於很多個股，明年的獲利預估，後年的獲利預估要不要打折？看來重新要做評估了，對，都有可能要修正。好，那所以我認為這是現在呢，大家有點好像現在暫時關燈交易，因為我不確定它到底会不會下修，對，但是呢，就你的資本支出是不是一直維持這麼高？對，但是法人機構對於台達電、台光電、鴻海它的投資的信賴度先打折扣。打折扣呢，就是我們講本益比可能從30倍修正到20倍，那你股價就跌了。那但是呢，也不是沒有正面效應，因為如果這個時候就開始有點踩下剎車，我重新停看聽，大家不要只是呢4大雲端廠火拼，你丟1500億美元，那我跟你拼2000億美元，那這個就比較容易走成網絡科技泡沫的後塵。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呢，重新停下來，把商業模式定義清楚，然後去跟華爾街法人重新溝通清楚，我覺得對於更長遠來講並不是壞事。那當然，我們碰到這麼多的雜訊有時候我就靜下心來，好好想想最信任的。我想我會選擇是相信魏哲家所說的AI 晶片的需求還會更長、更深、更廣，所以我想呢，這個 AI 絕對是發展到不管你認為是棒球的第2局或第3局，但是現在確實主要是在於就是槓桿的風暴跟估值的修正，但是基本面真的沒有看壞的原因。那
現在大家也擔心輝達最近的一個故事，也就是他現在做這個 OpenAI 的擔保2500億美金，也就是說 OpenAI 要去租一個算力中心，然後呢，他的等於說他的這個資本的這個狀況，銀行不信任，所以你要輝達要去做保證，那大家就會擔心說，以前是你只要賣晶片就好了，你現在又要賣晶片，你現在還要做這個金融保證，那是不是說現在這個資本循環這個錢的本身出了問題？那如果這個錢的本身出了問題，就代表它這個活水的滾動就出問題了。確實這個是一大隱憂哦，因為當然輝達需要持續賣出更多的 GPU 晶片。好，但是現在看起來呢，它在架構它的生態系的同時，它要麼呢去投資一些光通訊的股票，要麼呢去對像 OpenAI 或海力士呢去進行一些融資擔保等等。那這個部分會讓大家覺得，我知道輝達你很會賺錢，我也知道你現金游刃有餘，但是呢，怎麼感覺都是呢，同時在養自己的客戶，而不是呢，讓客戶的需求追着跑。像這個部分，我認為輝達跟台積電在這個產業的實力上面還是有一些不同的。對。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呢，它也會立刻影響到輝達的估值也在修正。所以我們會發現到前幾年大家覺得，輝達的股價最會漲的時候，估值是最高的，本益比可以到50-60倍。但是近一年來，也大家常常提到說，輝達本益比已經剩下30倍了，好便宜哦。結果你會發現便宜還有更便宜，它現在只到16了。這就是因為大家認為，其實也同樣需要看到輝達能不能有一些讓機構法人更有信心的營運模式。如果只是靠着你投資 OpenAI， 那畢竟 OpenAI 都還沒有上市，更沒有辦法呢靠自己的現金流把自己養活養大。那我覺得確實對於這些我們講一些老一派的這個 AI 股，像這個輝達或者是像谷歌，我覺得這些可能慢慢他們都會先受到的考驗，不是在於它 EPS 被降低，而是它的本益比先被修正。那你剛剛提到是我本来我对未来本來是看好的，对，可是我上面還是很多的烏雲啊，我的估值現在在重修嘛。對，你剛剛講包括輝達，本益比以前是50，現在只剩下16，你就知道那個差多少。它現在連這個所謂的市值低都已經讓出去了。那甚至我们大家也擔心說，你的 Google 的資本投資這麼高，那這些烏雲它什麼時候可以退散呢？還是說這個烏雲會一直繞着這個 AI 產業的上空揮之不去？如果揮之不去的話，那現在整個 AI 產業不就會有一個陰霾一直壓着嗎？當然，所以其實每一次的法說會就是一來檢視他們的財報，財報的內容當然要去看，就是呢，真正來自於 AI 的佔比有沒有呢持續提高，而且高於原本的預期。好，那在就是呢，它對未來的一個展望的部分，其實我覺得就必須要把這個資本支出的計劃能夠更詳盡的去做說明，包括這些所謂融資擔保的合理性，那就要看呢，其實股價就是最後的答案。如果呢說服了華爾街的投行，那我覺得股價自然就會有往上提升。那反之如果沒有的話，當然這一波可能 AI 股價確實都要持續一段整理震盪的時間。那我們看到它已經持續很久了，從48000點一直現在下探到4萬點，對，已經將近修正了快8000點了。這樣的修正還不夠嗎？其實剛剛有提到，因為上半年也真的是漲得很快很兇。那我特別抓了一下，就是我們跟年線之間的正乖離率，那一度是超過了52%。是有史以來最大，對，所以呢，這一波呢，不管是說拉回，或者是要進行一段以時間的橫盤待跌，我覺得其實它自然會跟年線之間的正乖離逐步收斂，因為現在年線每一個星期大概都往上持續提升300多點，所以我估計呢，如果到了8月底左右，年線的乖離率會剩下大概20% 以內，它其實就合理了。那如果甚至進一步整理再延長到9月底的話，跟年線乖離率會再收斂到約15%。好，那目前大概則是在25% 上下。所以你看，已經從最高已經呢，這個收斂已經少了一半了。所以這個方向來講的話呢，我認為配合剛剛所提的融資去風暴已經呢接近尾端了。不過只是說在越接近桿底的時候會越恐慌越痛。但是確實已經接近尾端。那後面配合技術面整理完成之後，那我想接下來因為呢第4季通常我們的行情會轉趨熱絡，一方面呢
各大上市櫃公司也會準備要開始召開隔年度的展望法說，那當然會給大家信心。然後再加上年底呢，會有法人機構跟集團的作帳效應。那當然呢，今年很特別的是，美國有期中選舉，台灣也有選舉，所以選舉年呢，通常美股也會表現不錯，那台股也會跟進。所以我認為，可能在第四季是比較有機會，就再一次看到把烏雲撥開，撥雲見日。你覺得是第四季？是。所以我們常常講說，做股票或者在這個股市裡面，它不同的季度會有不同的反應跟表現嗎？我曾經聽過一個說法，就是8月在華爾街來講都是它維持最低的，因為8月的時候是華爾街人去度假的時刻，所以他們就會把這個持股壓到最低，而這個時刻就是最容易出現狀況的時刻。所以你只要過了8月，進到了9月。整個的股市的狀況，通常來講都是最好的開始嘛，蠻合理的哦。所以其實有時候呢，一些轉折呢，它似乎也不是一種巧合哦，是有特定的事件在背後去推行這樣的規律。就像台灣為什麼通常到第四季也會轉熱，因為我們佔權值最大的都是電子科技股，而往往呢越接近到呢第3、第4季的時候，就是我們的出口旺季，就是電子業的拉貨的旺季，所以那時候大家的業績也會呢特別的突出。那這一次讓大家覺得有一點緊張，有一點焦慮的是說，以前我們就講你要看基本面嘛，對，我要看基本面裡面，我就看你的財報，我看你的營收嘛。那這次大家最困惑的是說，你剛剛講說第四季會有大量的出貨，可現在就已經大量出貨啦。剛剛講的從美光開始，美光的財報非常好。Google 的財報非常好，台積電的財報非常好，包括海力士的財報、三星的財報都非常好。可是這些財報非常好，它反而股價是下跌的。那我現在怎麼來看待這樣的狀況呢？我到底怎麼來看待說，但你現在的你的財報跟你現在的股價之間的關係呢？我想當然碰到股價一跌的時候，大家心情一定會被影響。好，包括呢你我在內，包括呢所有台灣這些優秀的王牌經理人。好，不過呢這個差別就在於，你千萬不要只看到股價之後呢，因為心情而去斷定後市如何。往往我們會先呢靜下心來，把你所看好的產業，把你手中所套牢的個股基本面再重新確認一次。如果我們一旦確認了基本面仍然是照着預期在成長，甚至還比預期更好，像台積電，但是股價在修正的時候啊，這個時候其實回頭想想，影響股價本來就有3個主要因素。第一個當然就基本面，第二個其實是資金面，第3個就是情緒面。所以代表現在呢，因為外資在賣，然後融資在斷頭，所以資金面當然是打壓股市，非常不利。但是呢，其實基本面還在往上。那投資人的情緒只要恢復了，那我覺得至少這個賣壓就會開始趨緩。那個時候大家就比較能夠好好的重新去檢視哪些個股其實是值得你不僅續抱，還可以反手再去做加碼。當然呢，海水也退潮，所以呢，有些個股就發現原來呢，它真的是沒有穿游泳褲的。那我現在比較好奇是，外資到底怎麼來看待台灣的那個？我們剛剛講台灣現在的狀況都很好啊，你也覺得台灣是最重要的所謂的這個軍火庫啊。可是外資是不斷的賣，今年我們看到它已經賣了1兆多了。那去年昨天吧，它又賣超了875億，它等於把台灣當成這個所謂的提款機。那外資到底怎麼來看待台灣現在的這個狀況呢？好，我想這個我們必須要從更深層的真相來讀懂外資，因為大家常常去看的是外資今天賣了多少億，外資今年賣了多少億。那跟大家說，包括今年在內，過去的7個年度裡面，外資總共已經有6個年度都是呢用力的賣超台股。但是外資持有台股市值的佔比，竟然是來到49%，創下有史以來最高。對，所以我們現在台股市值大約在150兆上下，代表呢外資持有約75兆對，70幾兆是他所持有的。那乍聽之下會覺得很矛盾啊，他不是一直賣股票嗎？對啊。其實我簡單用一個比喻，如果我投資2張台積電。那我希望我的台積電佔我的持股組合比重就是1成，維持不變。那當台積電股價如果漲了1倍之後，我要怎麼樣讓它的持股比重不變？當然就是賣出1張嘛，賣出1張。這個動作其實就叫做再平衡。其實法人機構往往都會做這樣的策略，那尤其外資，因為它是在全球去做投資，美股、歐股、日股、亞股、台股它都買，所以就是因為我們台股很強，很會漲，漲很多了，所以它如果都不做減碼的話，我們的市值占比會一直增加，一直膨脹，所以它必須要去做調整。那這樣子當然就會看到它不斷的賣超，可是事實上大家請記住它的持股的市值占比，你可以從圖形當中、數字當中很清楚看到是來到49%，創下新高的。對，所以我順帶一提，也很多人會認為說外資整天都在放空台股的
指數期貨嘛，那是不是要崩盤哦？對，寶傑，我們一起回想一下，現在台股4萬多點，當2萬多點的時候，那也才幾年前嘛。2萬多點的時候，外資的空單動不動都是呢4萬多口、5萬多口，所以你想哦，當我們從2萬跑到4萬，那它的空單從4萬乘以2變成8萬，不也是合理嗎？對，所以其實代表，隨着它的市場的一個持有部位一直在增加，那現貨的市值一直在創高，它当然呢，它的空单的比率也必須要等比例的像通膨一樣增加。所以一方面呢，外資當然是要持續綁好安全帶去做避險，這個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大家不要只要記得踩油門，然後呢都忘了你還有剎車。那另外呢，台指期貨也蠻特別，以前常常都是逆價差，今年呢幾乎都是正價差。那每當呢要結算的時候，正價差会收斂，所以外資就看準了這一點，大吃套利豆腐。我們正價差送他500點、600點的時候，他就放空期貨。那結算的時候呢，他就把這500-600點價差收進口袋裡。對，那現在我非常好奇是，如果我們本來擔心的是融資的問題，我們擔心的是這個所謂的期貨的問題，我們也擔心的這個外資的賣超問題，可對你來講，這個對台股都是一個正常的現象。那如果是它都已經慢慢的修正，我現在還要關心哪些負面的因素？也就是說，我如果今天要投入股市，我要去關心外資的這個空單嗎？我要關心融資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融資的比例嗎？還是我要注意到什麼東西呢？當然，我覺得短期的現象來看哦，就是到底利多能不能讓股市有所正向反應？那當然我們沒辦法預設立場說，會是利多上漲，還是變成呢利多出盡、利多下跌，法說會都變成法會哦。這個其實我們沒辦法左右，也不需要去預測，你就呢讓市場來說話哦。你就去看最近呢重量級的大廠，從國巨、新興、聯發科陸續都要開法說會了。那到底呢他們所釋出來的展望，第一個，有沒有持續成長？有沒有優於預期？第二個，如果真的是利多，那股價的反應是如何？如果大家開始發現到台股變成利多會漲，然後利空鈍化了，我覺得那個其實就是更明確的底部訊號。那再來則是大家一般也會習慣去看技術面，那這確實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指標。如果你看到包括長紅棒或者是長長的下影線，那而且是帶大量的，那這種就是所謂的轉折關鍵 K 棒，這往往也是一個可以參考的面向。那再來第三種如果你發現呢外資一直在賣，但是台股呢都沒有再破新低了，這個往往也是一個中期底部的訊號，因為這代表着應該有另外一隻看不見的手，而且這個手可能它比外資還粗，它有效的把外資的籌碼收走了。那通常能夠有這種力量不外乎政府基金、壽險公司，還有一些大股東自救。所以如果有看到外資賣也跌不下去的話，我覺得以上這3種訊號或現象，我們都可以一併去做留意。不過最重要的是什麼？在修正的格局的時候其實不要去猜低點，不要去呢一直去找支撐，因為這個會讓自己有點锚定效應，你會預設立場。比方說呢，我記得幾天前大家都認為可能在42000點就夠了，會打第二隻腳。那如果這樣，你會不會是在43000或42500，你就會提前抄底了？對，那抄底就又受傷了。因為我們資金都是有限的，所以每一塊錢呢都盡量了要投在比較有勝率的地方。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来。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
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们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